王一博粉丝号召力不容小觑，这是无名制作方的心声。沉寂多月有余，大陆电影市场正在恢复生机。1月14日上午，今年春节档预售正式开启。截至目前，今年春节档共有7部电影定档。名导坐镇，大咖站台，视觉盛宴等众多元素叠加，实力演绎了什么叫做神仙打架。而目前的战况也确实值得推敲。前几日，无名上映首日上座率已达到 18.2%， 场均人次 24.5， 远超过其他影片。之前无名就频频占据预售榜首，预售总票房达5000多万后，增长态势却大不如前。被名导张艺谋作保的《满江红》和被称为开启国产科幻电影大门的《流浪地球》前传反超。不可否认，无名的战绩不乏实力鬼才名导程耳、实力演员梁朝伟、周迅的加持作用，但在大部分业内人士看来，王一博粉丝的努力仍然占了其中的大头。从定档开始，王一博官方后援会不但联合完美世界影城和博纳影业集团进行了大规模的包场活动，还联合300多家媒体门户构建了全方位的宣发矩阵。其余大粉包场、填场的活动有条不紊，真金白银地助力票房增长。各个城市的散粉们更是大规模出动，在学校、商超等地展开的推活动。按照王一博粉丝的说法，这是一场不得不赢的战争。春节档期间，同为流量担当的易烊千玺实力不可小觑，无疑令粉丝深陷会被拉出来比较的焦虑。而在此前11档，王一博荧幕首秀的《长空之王》突然撤档，也依然时刻刺激着粉丝们敏感的神经。如今，他们显然不能再失去这次证明王一博演技的机会了。祝无名票房大卖，祝王一博转型成功，这是他们的口号。进入王一博超话，满屏都是无名的宣传语录与粉丝真情实感的祝福。某站姐亲口向嘴姐承认，如今无名的5000多万票房仍是粉丝大规模组织提前购票的结果。以王一博知名的各大粉丝组织的联合包场行动，是粉丝自发的宣发活动中占比最高的一环。而后援会的存在，则意味着更有组织、更大规模的冲击票房的可能性。此次王一博粉丝后援会联合了完美世界影城平台和博纳影业集团，联动行业知名品牌院线万达、大地、中影、博纳、环球影城、完美世界达成合作，搭建了全国范围内65家超大合作矩阵。根据规则，合作单位针对电影无名制定了专属全国通兑券，分为单链及团链2种模式。单链是粉丝通过官方后援会提供的链接购买后获得券码后，便可以在全国指定合作的院线影城门店内通兑影片无名任意场次、时间、座位影票。而团链则由后援会统一出票及调配，用于影片的前期预售、中期包场、后期填场的整体调控，以及开设全国公益包场、媒体观影、粉丝活动等场次。因发行价格未定，目前后援会团链的价格为1线城市北上广40元，其余城市35元。包场同时，有组织的填场工作也在同步进行着。所谓填场，是由于许多影院规定，如果没有达到某一上座率，将会取消该场次的影片放映。为了让每一场排片都能够顺利播出，后援会和大粉会号召粉丝统一调配买一些人数比较少的场次。王一博的某超话大咖不但推出了详细的填场攻略，并且会每日更新各影院各场次的目标票数和已售票数，使粉丝的填场活动更加有统一的目标。包场和填场的实质是真金白银的助力票房增长，但同时票房仍需要舆论声量造势以及路人群体转化。为此，王一博的粉丝群体拓展了一系列宣传渠道。王一博官方粉丝后援会联动了300多家平台、自媒体和全国180多家官方媒体，发布通稿，对无名的定档预售信息进行分发。其中，新浪娱乐、腾讯娱乐、环球财经、北京青年网、新华在线等主流媒体与平台均赫然在列。与此同时，各个城市的散粉们也纷纷用自己的方式扩大影响力。大多数粉丝热衷于自发组织当地的地推活动。他们大多拥有相对丰富的地推经验和完善的地推流程，地推地点往往会被选在大学城或者在万达影城。粉丝会摆放展架、易拉宝等，最终目的在于通过与路人直接沟通的方式，让他们用美团、淘票票或猫眼直接搜索王一博点想看，甚至当场购买预售票。
为了实现更好的宣传效果，他们往往会送路人指甲剪、小毛巾、可爱发卡、头绳、手机支架、抓夹、毛绒小玩具等小礼物，更有甚者会直接给路人发红包。而头部粉丝则更愿意用巨额支出为此次电影应援铺设的线下大屏、宣传屏等。据嘴姐了解，这部分的费用一般都是按天收取，具体费用根据城市和地段不同有所差异。春节档期间，各地的大屏报价会比平时略高，如北京三里屯 SOHO 报价在6200左右，国贸大屏报价3500，而南京、长沙、洛阳等城市的大屏报价大概均在4500。但对于不少组织包场加应援大屏，再加上制作一些应援物的粉丝来说，费用破万、破几十万都不值一提。如今无名预售票房增长逐渐放缓，或许与粉丝心有余而力不足有关，但不可否认，至少目前粉丝的努力还让他依旧位于前3甲之列。粉丝如此卖力，正如某粉丝所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这种一番大男主的电影，如果票房不好的话，主演个人的未来发展肯定会受到影响。其实，在电影上映前，流量艺人的粉丝集体宣发早已不是新鲜事。此前，易烊千玺《少年的你》上映，粉丝包场活动超600余场，总包场费用近200万。但不同的是，粉丝对于影片上映成绩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焦虑。2个月之前，《长空之王》撤档时，大部分粉丝表示不退票，既是对后援会的信任，也是对电影尽快再次上映的期待。但大家还是担心多一点，很害怕会有人借机各种发酵，把原因推到男主身上。而如今，此前悲痛、愤怒与不解的情绪，均化作了正主卷土重来后更卖力的实际行动。更何况，还处于同行压迫的情形之下。无名之于满江红，王一博之于易烊千玺，这似乎是一场顶流之间的流量战争。事实上，双方的粉丝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一半是火，一半是冰，是最佳的诠释。热火朝天的是王一博粉丝，相对安静的是易烊千玺粉丝，他们几乎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宣发活动。据嘴姐了解，这一大部分原因是，此次电影宣发前，片方已经和易烊千玺后援会达成一致，出于舆情考虑，不建议组织大规模的应援活动。然而，在王一博的粉丝看来，满江红易烊千玺不扛票房，粉丝完全没有必要焦虑，但我们不一样。而同样的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对比国庆档《长空之王》与《万里归途》，也能感受到王俊凯粉丝与王一博粉丝两家的发力程度的差距。这种对于票房成绩的强烈不安感，是目前国内演员生态的不稳定作用下的结果。多轮塌房、政策监管，促使整个娱乐行业惴惴不安，这样的情绪传递到产业链下游的粉丝眼中，必然转化为更加急切的维护正主口碑行动。作为展现一个演员人员与能力的行业数据，自然被尤为看重。更何况，从艺人经济的角度来看，像易烊千玺等人，此前《少年的你》、送你一朵小红花等多番力作，早已在电影市场领域站稳了脚跟，完成了流量艺人向实力演员的转化，资源与口碑自然水涨船高，搭名导搭官方搭剧本已是基本操作。而对于刚刚崭露头角的王一博来说，情况却大不相同。这是这王一博继撤档的《长空之王》之后，真正的银幕首秀之作，票房和声量等于正主在荧幕上的未来。可是，一个不容忽略的问题是，如此大动干戈打下的预售票房，对王一博们的助力到底有多少呢？春节档时间节点较为特殊，比起早早购票、填补聚会活动空档、临时起意前往影院观影的观众才占大多数，因此排片对于影片的生死存亡具有一定的决定性作用。而实际上，预售票房成绩也并不能揭示实际票房状况。粉丝提前参与预售较多，或许对于助推影片前期热度有很大帮助，但目前来看，对于排片的作用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一业内人士像嘴姐这样解释。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大年初一各大影片全时段排片占比分别为《流浪地球2》27.3%、《满江红》25.4%、《交换人生》17.3%、《无名》13.1%、《熊出没》、《伴我雄心》8.4%、《深海》8.5%。而黄金场次排片占比分别为
流浪地球2 32.2%，满江红 28.9%，交换人生 15.8%，无名 12.2%，熊出没，伴我熊心 5.6%，深海 4.9%。也就是说，目前春节档影片总体质量比较均衡，无名并没有形成压倒性优势。反而相较于粉丝参与的预售票房，排片状况更能反映出从业者对于各大影片的态度。流浪地球2和满江红依旧是大部分人关注的重点。不过，在乾坤未定之时，一切都还可以充满期待。毕竟目前从内部看片反馈来看，无名口碑向好。至于最终是否能转化路人，实现票房逆袭，很快便会有答案。